舍友是个富家千金，但是却异常的讨厌我，不仅每天变着花样的找我茬，而且还公然撺掇舍友一起孤立我。他捏着鼻子满眼的嫌弃，救命！就王家用的这种被套，我家狗都不用，这实在是太脏了，真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病。后来我跟亲生父母认亲，舍友偷偷拍了视频，发在了学校论坛上，标题是经学霸认亲，爸妈都是养猪的。我看着他作死的行为，笑而不语，毕竟有些东西都是自作孽。我到宿舍的第一天，舍友林千雅看着我的眼神中就带着不善，她故意捏着鼻子，十分夸张的阴阳怪气道，长得也就这样嘛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跟我在一个宿舍，真是晦气。我被开这么一对，当场弄在原地，尴尬的气氛在宿舍里蔓延。见状，其他2个舍友互换了一个眼神，其中一个短发女生开口道，你好，我是肖思雨。另外一个女生连忙补话，我叫张彤。张彤尴尬笑，随后连忙给刚刚对我出言不逊的女生介绍，这位呢是我们系里的系花林大小姐林千雅。我一一点头示意，随后刚想开口自我介绍，林千雅连忙打断，好了，不用介绍了，你不就是我们系里的大学霸吗？学校为了找你进来，又是学费减半，又是住宿全免的，有名的贫困生。后面的几个字，林千雅有意强调，明显是看不起我。我点点头，强压住心里的不舒服，开始铺床，见我没有太大的反应。林千雅耸了耸肩，一脸的无所谓，随后从自己的名牌包里随意的拿出几根口红，诺，这是给你们的见面礼，以后多多关照。他拿着口红在我们面前晃晃，表情泯灭，给人一种拿着骨头逗狗的感觉。我皱了皱眉，没去理会他们，专心的摆放着手里的东西。肖思雨立刻坚决出声，啊，千雅你真的太好了，这个颜色官网上都抢不到货页。张彤也是眼睛里亮晶晶的，看向林千雅的眼里满是讨好。2个人接过口红后就开启了彩虹屁模式，林千雅明显是很享受，似乎都飘飘然了起来。喂，你赶紧来拿呀，衣服穷酸样，不会没见过吧？随后林千雅像是被自己的话逗笑了，疼着肚子就开始疯狂大笑，尖锐的笑声刺痛我的耳膜，我面色越发的紧绷。等她情绪平静些我才说，我不要。林千雅的声音陡然拔高，你不要。我正视她的眼神后点点头，她像是没有料到我会拒绝。林千雅猛地向我走了几步，又像是想到什么，嫌弃的又后退了些，你爱要不要？假清高。丢下这句话，她就出了门。林千雅走了之后，其他2个舍友连帮上前安慰我，大学吧，你忍忍就算了，这大小姐家里很有钱，爸爸好像是哪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呢，咱平平百姓的都不起啊。林千雅走后，宿舍的气氛一直都很和谐，我也渐渐的放松了下来。我心里很委屈，但是我也习惯人带了，毕竟从我被人贩走乖跑后，我就是一个人，在社会上的这些年，摸爬滚打这么大，林千雅这点歧视还真伤不了我。在宿管查房的时候，林千雅还是掐着点到了宿舍，她双颊通红，走路摇摇晃晃，看起来是喝了不少的酒，嘴里还不停的都浪着，破学校还非得强制性住校1年，谁愿意跟这些穷酸鬼住在一起啊？肖思雨和张彤的脸色都不好看，林千雅醉醺醺的开始理所当然的指挥起肖思雨和张彤，肖思雨，快，宿舍要断水断电了，赶紧去给我打桶水来，我还要洗澡呢。张彤，你给我把被子弄一弄，今晚我还要睡在这里，真是服了。还有你就先等着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见他们俩还没动，林千雅立刻变了脸色，难不成你们以为我那口红是白给你们的？真是一群贪便宜没见识的穷鬼。她一边嘟囔着，一边倒在椅子上，缓了一口气，继续喊道，听到没？你们耳朵聋了吗？肖思雨难看的咬了咬嘴唇，随后满脸不情愿的给林千雅打水去了。张彤见状也开始给她铺床，把这位大小姐伺候好消停了后，时间已经凌晨1点多了，2人默默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的把今天上午的口红又放在了林千雅的桌子上，只是其他2个舍友想简单了。之后军训的几天，林千雅跟大小姐一样，指挥着他们做这做那，那口红我可没给你们，要是你们自己还给我的，既然不需要，那么就帮我做点别的事情。其他2个人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什么事情都默默照做。几天下来，2个人是肉眼可见的怨气，只可惜林千雅看不见，因为一闲下来后，林千雅又把目光放在我身上。中午午休的时候，我刚躺下，林千雅就故作夸张的捂住鼻子，她捏着鼻子满眼的嫌弃，救命！就王家用的这种被套，我家狗都不用，这实在是太脏了，真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病。我躺下的动作一顿，目光悠悠的看着她，不要没事找事，她却立刻拿着盆去卫生间等了半盆水，然后捧着盆站在我身侧，要不给你洗洗。她的眼中满是恶意，没给我反应的时候，随后便毫不犹豫的将盆里的水泼在了我床上。我的被套是高中宿舍统一的，因为经济原因，我也没买新的，看起来是有些洗得发白，但也不至于有传染病。对于这种大小姐，我实在是不想忍。被套是棉质的，进水很快就湿掉了，我怒气满满的掀起被子就盖在了她的头上。林千雅被盖到正着，尖叫不断，像是被鬼抓住了一般，疯狂大喊，王佳，我要弄死你，贱人！等她从被子里折腾出来的时候，哪里还有一点富家千金的模样，简直就像是一个女疯子一般。其他2个舍友看见后也没有帮忙，脸上满是幸灾乐祸。宿舍里都是上床下桌，林千雅因为嫌弃我，选择了一个离我最远的床位。我下床之后，把她床上的东西一卷重新盖在我床上，几个人看着我行云流水的动作，目瞪口呆。等到我把林千雅的床褥铺的版本正后，她才反应过来，王佳，你知道我这床被子多贵吗？穷酸，这些东西都已经够立案了，我要告你偷窃。林千雅的声音发颤，一副被气急了的模样。我直接带上耳塞转了个身，
不再理会他的叫嚷，他只能崩溃大喊，打电话重新订，随后喊着其他2个大冤种社有帮他铺。你还真别说，这沟里安的床褥睡的就是香，这件事情也算是不了了之了。只是这件过后，林千雅明显是更加厌我了，路过我身边时总是明里暗里的贬低我几句，每次我都是戴上耳机认真学习。毕竟就他这么点攻击力，除了骂我几句还是骂我几句，根本就不敢上来碰我一下，可能是怕我有传染病吧，笑死。忽然感觉这个穷人也挺好的。军训结束后，林建雅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进学生会这件事情上，用他的话说来说就是大学是个人情社会，死读书是没有出路的，只有结实人脉才是重中之重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还是进了学生会。回来的那天，林千雅眉飞色舞，看见我看书的时候冷哼一声，我翻书的动作一顿，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。就在这时，辅导员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去了一趟办公室，我匆匆赶去，就看见了一对中年男女，他们看见我时，明显也很激动，胳膊是止不住的颤抖。第一眼我就知道，他们是我爸妈。我在镜中无数次看着自己的长相，想象着爸妈的模样，而我的眼睛就很像不远处的中年女人，看见我的内壳，中年女人没忍住，一个大跨步就把我搂在怀里哭，孩子，我们找了你13年啊，我都是妈妈的错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熟悉的踏实感，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奇妙的激动，这大概就是血脉亲情。看到这一幕，辅导员退了出去，把空间留给了我们，男人也是站在一旁偷偷的抹眼泪。我僵硬的喊了一声妈，我妈听到这话，将我扭得更紧弦，等情绪缓和了，她才拉着我走到中年男人面前，哽咽着说，这是你爸，小时候你在的时候，他总是开货车跑货，1年也见不到几次，结果还没认得几次，就被人贩子拐跑了。我爸开箱我时眼中满是愧疚，看着他鬓角的根根白发，我鼻头一酸，哽咽着开了口，爸，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10几年没见，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都有些生疏。我们讨论了一下，准备一起吃个午饭。一路上，我妈抓我的手就没松过。我看着他们祈求衣服，就感觉家里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。在我选择吃盒饭的时候，爸妈眼中都是心疼。傻孩子，不用给我们省钱，我们家不穷，走，我们去吃火锅。我被他们软锅硬泡进了火锅店。进去后，我爸就开始了疯狂点菜模式。爸，这太多了，我们吃不掉，没关系。佳佳，找到你呀，我们高兴。今天不管爸花多少钱都高兴。我妈安抚性的拍了拍我的手，说道。佳佳，你爸真是高兴坏了，就让他点吧，实在不行，我们打包带回家。听到他们这么说，我只能无奈的点点头。沸腾的火锅也调动着我们周围的气氛。我妈小心翼翼的问道，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？我看着沸腾的火锅，平静的说道，我被卖到了一户人家，那天晚上我就偷偷溜了，只是人生地不熟，走丢后，对好心人送进了福利院子，记得自己教王佳佳。之后靠着社会上好心人一路自助上学，直到我有了独自养活自己的能力，在一个公益寻人的活动上留了自己的信息，想要找到你们。我妈再一次掩面抽泣，我连忙拿纸递给她安慰道，妈你别哭了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腾腾升起的雾气中，我看见了我爸发红的眼眶。晚饭结束后，当我想在手机上偷偷买单的时候，才发现单已经结了。我爸感受到我的目光后，冲我得意的吊眉，佳佳，我们家真的不穷。是啊，佳佳，你爸为了找你有充足的资金，这些年来是一边找人一边做生意。我们家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是也算是走上小资。我妈乐呵呵的说完后，递给了我一张卡，这是一张副卡绑的，是你爸的号，想买什么就直接刷，不用心疼钱。听到了这话后，我有些震惊，但还是收下了卡。爸妈恋恋不舍的把我送到学校后就离开了。回到宿舍后，宿舍的氛围不大好，肖思雨和张彤一直在朝我使眼色，林千雅叉着腰像是故意在等我一样，她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香水，对我所在的位置喷了又喷，脸上尽是嫌恶，臭死了，臭养猪的，真是受不了。王佳佳，我给你钱，你还是换个宿舍吧，我真是受不了你了。听到这话，我刚刚的好心情瞬间烟消云散。他说不，我可以，唯独不可以是我爸妈。刺鼻的香水味涌进鼻腔，瞬间头昏脑脏了起来。林千雅，你闭嘴，不要把没家教当作是高贵，你是人我也是。王佳佳，不要以为你找到爸妈你就腰杆子挺起来了，不过是臭养猪的，你神气什么呀？就你这种家庭条件，排名居然还在我前面，如果大家知道你们家是养猪的，看谁还喜欢你。这句话说完，他甩门而出。他走了之后，肖思雨和张彤立马凑了过来，佳佳，我知道林千雅为什么会这么针对你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在我们学校论坛火了？什么论坛？看见我一脸懵的样子，肖思雨连忙拉着我打开了电脑，看着肖思雨熟练的打开热度最高的那个帖子后，第一张图片就是我的照片，角度明显是偷拍，看起来模模糊糊。肖思雨滑动了一下鼠标，林千雅精致的校园照出现在了眼前，搞了半天我才知道，这是一个自由组织的新生评选比赛，要选出最美新生。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无聊的比赛，但是看着林千雅那张精致的照片，就知道她上了心，这大概也是她针对我的原因了。肖思雨压着兴奋的声音说道，不知道你被哪个学生拍到了，直接放上帖子，结果你就爆火了，现在你的热度是居高不下，林千雅那张照片太精致，反而没人买账。后来张彤指着一个刚出的新帖说道，这说的是佳佳吗？我们俩的视线同时被吸引了过去，帖子的标题十分的吸睛，学霸认亲，爸妈都是养猪的，帖子匿了名。但是究竟谁发的，我们在场的心里都有数。看着林千雅不断的骚操作，我只感觉太阳穴突突的。帖子里不仅有偷拍我学习时的照片，还把我爸妈也拍了下来。照片里的我看起来十分的憔悴，角度刁钻，可以说是故意抹黑我。
张彤没忍住，立刻说道，这林千雅真是太过分了，至于吗？底下的评论更是造谣，自诩是学霸，总是半夜学习，打扰我们正常休息，真是样貌也不怎么样嘛，热度那么高是常人刷的吧，真虚荣。感谢楼主真相了，看到那张素颜照，那颗跳动的心脏瞬间就死了。我看还是那个帖子里面的林大美女更好看，同意的点赞，肉眼可见的评论越来越多。肖思雨说道，要么我们把这个帖子给举报了，真是受够了他千金大小姐的做派，管他是不是有钱，反正是真受不了了。就在他即将提交举报页面的时候，我阻止了他，你把帖子发给我，我去举报。过了几分钟后，就看见页面被受理了。刚过半个小时，林千雅就怒气冲冲的踹开了门，你们谁举报了我的帖子，是不是有毛病？我举报的，你公然诽谤我，我还不能举报了？什么诽谤？那是事实，就你这样的，凭什么要压过我？林千雅的语调高扬，拿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她的这副模样看着我手痒痒，我毫不犹豫的就甩了一巴掌。既然你爸妈没教你做人，我来教你有钱怎么了？我们又没拿你一分钱，做这副样子给谁看？林千雅怒目圆睁的捂着脸，声音颤抖，你敢打我？说完他就张牙舞爪的朝我扑过来，贱人，我要撕烂你这张脸！其他两个舍友连帮过来，一左一右的架住了林千雅。林千雅发疯一般的甩着头，你们疯了是不是？快把我放下来！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？贱人，臭养猪的！由于宿舍的动静闹得太大，很快引来了一堆学生以及宿管。宿管阿姨立刻大吼，看什么看都散开！看到林千雅红肿的脸蛋时，立刻变了脸色。就在这时，我悄悄地点开了手机录音。我看你们这群新生就是太大胆了，刚开学就敢给我闹事，还敢公然的殴打同学，究竟是谁打得给我站出来？我要告诉你们辅导员，给你们处分。看着宿管明显的偏心，我被气笑了。我打的，那是因为他该打，小小年纪一副小太妹的模样，真不知道你这个大学是怎么考的。宿管还在那边喋喋不休，如今你打了人不道歉，磕个头这件事情，我就直接告诉你们辅导员，事态要是严重了，你可是会被退学的。宿管偷偷给林千雅使的眼色，对着我厉声呵斥。林千雅捂着脸蛋，两行清泪缓缓落下，就好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委屈。阿姨，他们欺负我。好了好了，阿姨替你做主。看着我还是一副不言语的样子，宿管士气不打一处来，立刻走到我身边，推搡着我，怎么嘴巴被封住了吗？还不道歉？你看看，把林千雅同学打成什么样子？见我还是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，他手头施压，死命的按着我的肩膀，我只感觉肩膀内处生疼，但还是咬着牙不屈服。肖思雨和张同建撞脸往上来，想要拉宿管，结果宿管阿姨板机连利路的一人甩了他们一巴掌，真是反了天啊，连宿管都敢打，我看你们都要受处分。我眼中闪过一次暗芒，眼风扫到了幸灾乐祸的林千雅，报警吧！我反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就打110，还没等我说句话，宿管抢过了手机摔在了地上。你报警干什么？听着他慌张的语气，我反手就劈在了他胳膊肘上，他尖叫一声，随后松开了手。辅导员也在这时赶到，看着乱成一团的场景，将我们带到了办公室。宿管率先发难，添油加醋的把现场描绘了一番。我看这种学生啊，还是现在开除了最好，省得给学校抹黑。你看看现在都敢对我动手了，以后还有什么不敢的？说完后，他伸出一袖，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。导员神经严肃地看向我们，并没有一位相信宿管的一面之词。你们说呢？我立刻站了出来，将事情原本的说了出来。老师，我录了音，可是手机现在被宿管摔坏了，但是我云端肯定同时上传了，不到3分钟，我登上我云端的账号，随后将录音放了出来。导员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看向宿管的眼神更像是刀子一般。赵阿姨，你们问清楚情况，您就断定了对错。宿管呵呵一笑，满脸的尴尬。我不是看林同学被打了，心里着急吗？但是我敢肯定，一定是他打的。导员看向我说道，是你打的。我点点头，又将事情讲了一遍。林千雅此刻站不住了，立刻跳出来说道，你凭什么认为那个帖子是我发的？肖思雨和张彤早就站不住了，立刻出声，当时你不是还找王佳佳的麻烦吗？嘴里还说着，凭什么王佳佳举报你的帖子？就是啊，那帖子肯定是你发的呀。林千雅没有想到两个人都不帮他，立刻怨毒的看了我一眼。老师他们孤立我，这都是他们计划好的。我真是被林千雅的厚颜无耻气笑了。网络上只要发了什么都有痕迹，要么我们就找人查一查究竟是谁。林千雅慌张离顺，不再说话，只是低声唾弃。此刻导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他叹了一口气，要求林千雅给我们道歉，以及我也要为我的冲动道歉。林千雅脸上满是不情愿，但是也知道这件事情捅出去了，她也逃不到好，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说一声对不起，而我则是悠哉悠哉的说一声抱歉。这件事情也算是到了尾声，我看着其他两个舍友红肿的脸颊说道，阿姨，你没有搞清楚状况，就开始给我们扣帽子，还打了我的2个朋友，该赔偿的还是要赔偿的，不然我们也只能报警解决了。宿管欲哭无泪，但是在导员面前又不敢过多放肆，只能道完歉后又咬着牙给了1600，包括我手机的费用，摔得挺惨的，看起来是修不好了，所以是以2手价赔给我的。林千雅眼神阴毒，纷纷的看了我一眼后，转身甩门离开。我给肖思雨和张彤分别给了1000，对不起呀，要不是为了帮我，你们也不会挨打。看着转账，肖思雨和张彤都很高兴，哎呀，这有啥的，大家都是朋友嘛，况且你还帮我们多要800块呢，800就算是我们脸皮厚应该拿的，但是这200我们不能要。就是你怎么自己还贴钱呢？推3阻4的几番，他们怎么说都不肯收。此刻我的肚子饿得忽然咕噜咕噜的响了起来。肖思雨兴奋的说道，有主意了，我们拿着这份钱去吃火锅吧。
一顿尽兴的晚餐吃完后，我又去买个手机。回到宿舍后，林千雅并没有回来，我们也是乐得自在。我不相信宿管会无缘无故的帮助一个人，所以社交前我还向学校匿名举报了宿管收受贿赂，毕竟有心总会查到的。林千雅再也没来过宿舍，就连宿管也是换了一个阿姨。过了几天，事情也就被大家渐渐遗忘了的时候，学生会的一条视频却将我推上了舆论的高潮。大家快来帮帮我们的新生学霸代表王佳佳，因为她的家庭情况，我们现在对她进行捐款，希望可以改善一下她的生活。我是学生会代表林千雅。我带头先给王佳佳同学捐款1000元，其他的同学不强制，有条件的还是希望可以伸出援手。最后视频里就展示了我那床有些显旧的棉被，以及我平时的衣服的图片。林倩雅声情并茂的描绘着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，比如我一天吃1桶泡面什么的，简直匪夷所思。看得出来，她已经很尽力的塑造我的贫穷了。短短半天时间，居然筹集了5000多块钱。我冷着脸找到学生会办公室，门大咧咧的开着，正巧就看见里面的林千雅正在跟一位同学道谢。谢谢同学，王佳佳同学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我是真要谢谢他，没通知我就替我做了这个主。林同学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我看着面前的一幕，故作吃惊的问道。旁边的同学见状说道，林同学帮你募捐呢，说你有困难，咱们都是同学，佳佳你也不要自卑。林千雅像是为我着想般，语气中带着嗔怪，就是啊，佳佳这种事情不要自卑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，况且我们还是舍友，怎么说我都是义不容辞。赵阿姨被人举报走后，我就一直很伤心，想要为大家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明明赵阿姨那么好的一个人，居然被非心肝的人举报，她家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儿子，如今唯一的生机也没了。林倩雅流出了几滴鱼的眼泪，随后抽噎道，佳佳，我也是不想你过得那么苦而已，只是没跟你提前说，怕你不接受，你不会是来责怪我的吧？短短几句话，只相信很明显就是想要给我套上一个白眼狼的帽子。果然周围的同学听完林千雅的话之后，看向我的时候眼神都变了。我不需要同学的捐款，我家里根本不。我话还没说完就被林千雅打断了，佳佳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倔强了，其实家里困难也是没什么的。林天涯的几句话给我打上了假清高、不近人情、嘴硬的标签，唯一就是油盐不进的说道，林同学，其实我家的家境还可以，你可以将这个活动放在更需要的人身上。林天涯的脸色立刻就变了，旁边就有同学看不下去，立刻说道，王佳佳，你家什么情况我们都知道，你没有必要这样。林同学也是好心，现在都已经筹集了这么多了，难不成还要让他全部退掉吗？就是啊，王同学，你总不能好赖不分吧？看着这么多人帮他说话，林千雅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。林同学，你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筹集捐款，根本就是没有尊重我的个人意愿，这份钱我是不会要的。你看该怎么退给同学就退给同学吧，或者用它帮助更需要的同学。说完我就直接转身离开。这件事情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，因为该说的我都说完看。晚上我就和我爸一起约了一顿饭，结果就是因为一顿饭，我又在校园的论坛上火了起来。标题还是那样的戏精报，拒绝学生会捐款，竟是傍上大款。长得漂亮的女大学生都这样吗？这么假清高，帮她筹集捐款都不要，结果是被包养的，真是醉了。我们的钱不比她自己被包养来的正大光明，真是委屈了好心为她筹款的小姐姐。据说照片上的当事人当时可不见人情了，那位小姐姐一边哭一边退钱的，舍友肖思雨连忙上前观察我的表情，佳佳你没事吧？他们这都是造谣。我无奈的摊摊手，我当然知道这是造谣，但是他就跟苍蝇一样围着我转，跟我一起吃饭的可是我爸一夜。显然肖思雨也很吃惊，这是你爸？你爸开几十 W 的奔驰。知道自己试验后，肖思雨捂住了自己的嘴，讪讪一笑，您家还挺低调的，要是把来龙去脉说清楚，还不是活脱脱的打林仙芽的脸吗？肖思雨似是见到了徐仙芽难堪的一幕，兴奋的眼睛曝光，连忙就在帖子底下开始澄清，图片里是我舍友，车里的他爸爸，请不要胡乱造谣了。肖思雨评论刚刚一发布，就瞬间被冲了。照片上的当事人给了你多少钱，让你这么洗，带到我呗，笑死，这个理由还挺稀奇，爸爸开这种车了，还要别人帮你筹卷，别太搞笑，真是你社容，一丘之貉，果然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玩。笑死于瞬间气炸了，当场就和那些人撕了起来，一边噼里啪啦的打着字，一边激情开麦输出，就连平时最稳重的张彤也参与了这场互联网互怼。看来这场闹剧只能用我爸这个终极武器了。我打个电话跟我爸说明了情况，他立刻拍板决定明天到学校里来。第二天，我爸在学校门口差点闪瞎了我的眼，明明是盛夏，他穿着 LV 的短袖，戴着手指般粗的大件链子，手上还拿着一个皮包，手上也是戴着金表，手指上也是金戒指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二流子。爸，你咋穿成这样啊？这不是想为你撑腰吗？行吧，不管咋样都是爱啊。我爸站在我旁边，那回头率是100%，轻车熟路的到了学生会后，我并没有看见林千雅的身影，问了问学生会里的同学才知道，林千雅要办理转宿舍手续，去了导员办公室。我又立马带着我老爹去了导员办公室，刚到门口就听见了里面的交谈声，周导员啊，你必须要给我个说法，我只是出差了半个月左右，我女儿居然就被别人打了，她从小到大我就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，我家千雅就是比较心善，才会被那几个女生欺负成这样，你说说。千雅说她家养猪的，家境不好，还想帮着她筹点钱，怎么就被戏弄成这样？你看看我家姑娘眼圈都哭肿的，是受了多少委屈，就那种坏女生就应该处分。我爸听到这是再也站不住了，立刻就十分大声的敲门，打断了女人的喋喋不休。老袁正被吵得头疼，立马说道，请进。在看见进来的是我们俩的时候，眼神中都是绝望。
你家姑娘被欺负了，明明就是你家孩子欺负我家闺女，养猪的怎么了？就这么看不上？凭啥说我们家穷？随后我爸还得意地晃了晃手上的金鸢，林千雅身边的女人毫无形象地翻了白眼，这是什么没有品位的暴发户？我率先向前了一步，将手里面的文件放在了导员的办公桌上。导员，你可以看看，这些造谣我的帖子都出自于一个人，你说是吧？林千雅。林千雅害怕地往后退缩了一步，王佳佳，你这是陷害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我能陷害你什么？趁现在在学校的广播里跟我道歉，我就既往不咎，不然我可就报警了。这些证据足以让你受学校的处分，说不定还能进去蹲几天。听到我的话，林千雅的脸色瞬间苍白了不少。他妈听见我的威胁后，立刻冷哼出声，你现在的话算是威胁，信不信我找律师告你？我爸也不干示弱，我还要告你们家孩子呢，看把我闺女造谣成啥样了。林千雅的妈妈瞪了我一眼，随后对着我爸骂道，真是什么样的家长，用什么样的孩子，你们家孩子这是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一句话成功点燃了我爸的怒火，整个办公室都陷入了一片争吵。此时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，看见男人后，林千雅的妈妈像是看见了救星，老公快来，就被他们欺负我们。男人气势汹汹地向我们走来，在看见我爸的那一刻愣住了，您是王总？我爸也明显的愣住了，似乎是在回忆面前的男人是谁。见我爸一直不说话，男人立刻万一要自我介绍道，我是那天在聚会上跟你握手的小林啊，还跟你的秘书留了联系方式来着。我爸只能尴尬的闹头，随后点头示意，然后像是意识到什么问道，这是你女儿吗？中年男人不明所以，诚恳的点了点头，是的，难不成是和你家千金闹什么矛盾？我爸还没说什么，林千雅的爸爸立马把林千雅粗鲁的拽到我爸面前，低声呵斥，快，还不快道歉？林千雅立刻委屈的尖叫出声，我才不要跟他们道歉。林千雅的妈妈也是不明所以，老公不就是个养猪了吗？你这是对女儿干啥呢？林千雅她爸话没说，直接利落地甩了女人一巴掌，杨门家家的懂什么？这里哪有你插嘴的份？最后又推搡林千雅，催促道，你倒是道歉啊，我怎么养出你这个东西？林千雅低垂着头，一言不吭，像是一个沉默的雕塑。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我爸趁机说道，你去学习的广播台给我闺女道歉就行。林千雅紧握着拳，原本春风得意到现在变成了沉默寡言，而林千雅的妈妈就捂着脸站在一边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于是在导员的带领下，他们去了广播室，广播室的喇叭被打开，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响起后，就是一只女生的呜咽，林千雅的声音抽抽噎噎的响起，在这里我要向王佳佳同学道歉，那些贴吧里的造谣帖子都是我后边乱造的，而且他也没有让我捐款，只是我想给他难堪，故意的，在这里我要向他道歉，王佳佳同学对不起。听到这儿，我爸牵着我就往门口走，以后我可得把你抓牢了，不能让你再丢了。听到这儿我鼻头一酸，好奇开口，爸，咱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爸随口一说，养猪啊。林千雅她爸爸为什么那么讨好你？可能是因为你爹的生意比较大吧？有多大？此刻我爸显得含含糊糊，也就是极其厌那种吧。哇塞，王总，王总！身后的呼唤声让我们止住了脚步，男人气喘吁吁的小跑了过来，王总，你看我们之间的合作。我爸呵呵一笑，还是算了吧，你女儿说了卖猪的都是穷人，我们这种人也不配跟你们家合作，您说是吧？一句话就让林千雅的爸爸脸上阴沉了下来。等我回家吃了顿饭回来后，摄影员才告诉我林千雅退学了，佳佳林千雅退学了，他爸爸特地来退学的，刚刚还拿走了他所有的东西。林千雅一血一拐的可惨了，好像是被他爸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顿打，他爸嘴里还念叨着，因为林千雅损失了100万级的单子，太可怕了。看着他空荡荡的床铺，我笑笑没再说话，以后大概是可以好好享受大学生活了。全问完解。